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，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，环境非常漂亮啊。咱们过去探访一下。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，非常不容易啊，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、76拐公路。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，这上边是公路，去到这一户人家呢，需要走这样的小道，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。这个路边呢，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、茅草。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，就是有这些好处。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抛，都已经成熟了，可以采来吃了。看一下，超级甜。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，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，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，所以呢，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，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，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，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。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。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，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，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。看看，就住在悬崖边上。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，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，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。哎，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。哎呦，吃饭没到，老娘？你早啊？你是一个人吗？啊？一个人吗？我们本来就5个人，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，我们跟到幺女的。哦，你4个姑娘？哎。跟到幺姑娘的？哎，跟到幺的。哦，你贵姓呢？啊？贵姓呢？我姓谭。姓谭？对，姓谭。好大年纪了？82了。82了。哎。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哎，现在我在调出去，我在调出去的。我也是黑的湾，我们姑娘一结婚呢，就是说我跟着老幺嘛，那就找他进去，那地方搞人呐，他都不习惯这个手续。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？哎，所以我就是跟着姑娘的。哦。姑娘在别嘛的在。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？我晓得了10多年了。都10多年了哈？要有20年了。那你女儿他们在哪里呢？女儿吧。女儿啊？女儿在别嘛的，别嘛就有他们妈妈。哦，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？嗯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从空中看的话，咱们还感觉不到啊。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，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。就这片平地都几10亩，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肯定不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几座古墓，看一下，这里排着3个古墓，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。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、人物的一些图像，啊，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。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，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。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。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。哇，那2只小猫咪，小猫咪。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、背篓，然后
这个斗枪啊、簸箕啊，这个米筛啊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农具，这堆了好多。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，看看，两边都是土墙，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，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，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。这边是住人的，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小间一小间的，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，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，朋友们。那边就是悬崖峭壁，在房屋的前边这呢有一大片的平地啊，大概有几十亩地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。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，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。所以说我们从此可以推断，这个地形不简单啊，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这一片土地上啊，也种有好多的果树，有枇杷呀、李子啊、梨呀，我都看到有，还有橘子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。从那边的古墓咱们就看得出来，最少是几百年，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。哦，小狗儿，小狗儿，我要走喽，我要走喽，拜拜哈。这小狗儿特别听话呀，我到这儿来，它一点都不咬，你看，它都想跟我走。好了，拜拜啊。真可爱，拜拜。好舍不得我呀，他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住在这里。这个房子呢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，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，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。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，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，太漂亮了。今天又进大山里来了哈，里边有人居住啊，这有条小道，然后这里有电线拉进山里，然后这里这些都是以前的土地啊，现在丢荒了。咱们到这个山里边去看一看啊。这边种有一些玉米，这个玉米地里有很多的李子树。今年这个李子还不错呀，结的虽然少，但是比较大颗。这个路上呢，也都全部是杂草，就是走的人特别少嘛。你们有没有听到山里的鸟叫声？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啊！这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这个应该是以前搞的养殖场。这是大门，大门也关闭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其实也是一个中型的养殖场啊。养猪的，专门养猪的。为什么我看得出来是养猪的呢？这边有一些门关起来的，然后一小格一小格的。它这个一小格里面大概是喂2头到3头的猪。这个养猪场是废弃在这里的，看上边的这个瓦呀，也都是许久没有翻盖了啊。估计这个养殖场呢也丢在这里好几年了吧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从山脚下上来呢，并不是很远啊，大概走路10分钟就能到这里。它这个养殖场修这么大又废弃了，还挺可惜的。那儿咱们还看到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哈，这个电线就是拉到他家去的。然后这里有一大块玉米地，这个玉米感觉长得很好啊，不知道是山下的人种的，还是
山上这一户人家种的。说实话呀，朋友们，这个大夏天的，在这样的草丛里边走啊，确实是有点提心吊胆呀。因为这2天呢，这个蛇呀什么的也比较多，山里边。这里还种了一些叶子烟。吃饭没得谁？吃饭没得呀？还没有。呵呵，就你们2个人住在这里啊？这里面还好吧，很少有人来哦。路都长死了，对呀。你在搞哪东西嘛？洋芋啊？我要自来多来炒的。哦，你自己种的了嘛？哎，自己种的。这一土全部是你家种的啊？种的粮食那些是我种的。哦。原来等于你们这上面应该不止你们一家哈？原来不止一家。现在等于全部搬出去的。好大年纪喽70多的。70多的。贵姓呢？你们这儿？我姓刘。姓刘哈。哦。这个山里面现在就是你们一家噻？好多都搬出沟去的。都出沟了哈。就是我家来的。这个叔叔他们呢，是30多年前才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的哈。他们以前也是居住在平坝区，那么因为分给他们的土地啊，在这个山里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呢，就为了方便住土地，然后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。在那个年代啊，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啊。我相信在未来呢，这个土地也是非常值钱的。说到这里呢，我想问一下各位80后的朋友啊，你们有多少人是有土地的？反正我是有哦，还不少。所以呀，我要是没办法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回家种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地种啊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阳修文的大山里啊，这个天气越来越热，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好去处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洞穴，也是一个野景点。这个地方很好找啊，大家直接导航修文2洞呢，就能来到这里。给大伙儿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啊，我车呢只能停到这里。然后这里是上游的一个水源，水源走到这儿呢，就要从这个地方啊穿过这个洞穴。这个洞穴呢是非常的长的，夏天到里面去走走玩玩啊，还达到避暑的效果啊，非常的凉快。这个公路呢到这个地方它就到头了，这里有这个搭的一个比较单薄的人行道，可以走到那边去。那边呢是有一个小村子的。咱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洞啊。前方应该是电站，它这个水呢，从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拦坝，然后从这里慢慢的流过去啊。这个地方正儿八经的野景点啊，如果在这个夏天啊特别热的时候，跑到这里面来很凉爽的，也有非常多的人到这里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像是一个天生桥的一个形态啊，特别的漂亮。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穿洞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跟大家说啊，特别是你们喜欢拍照的、拍摄视频的人，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出片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上方它是一个天窗，对吗？然后正好太阳如果从这个天窗照射下来的时候，人可以站在这个石头上来进行拍照啊，肯定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是那种佛光照耀的那种感觉啊。绝对是很美，但是这个要在这里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时机的问题啊。这个上方啊，真的就像开的一只天眼一样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呢又是一只地眼，对吧？这个水从这里拦过来，然后好像是这个崖壁角这里又开了一个隧洞过去。从这个地方流过去，然后那边应该是发电的，这个隧洞肯定是人工开凿的。我们从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看得到那头的那个光亮，大概是几十米。
这个地方是不是挺好看的？这个地方呢，修有一个拦坝的一个平台，不知道当初修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下方也是很高啊，差不多有好70、80米吧。这个地方拍照也是很好看的。等到太阳从那边射进来的时候，是吧？拍照也是很好看。所以这里呢，如果大家把这个时机选对啊，到这儿来拍几张那种很高逼格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。从这个地方穿过来，又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个洞的高度也差不多有100米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穿过来之后，看看这里就像那种一线天的那种感觉，两边是崖壁耸立啊，就留一个缝隙可以过水。从这儿走过来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啊，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穿过了这个几百米的长长的洞穴，来到另外一边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就像隐秘在山中的一片秘境之地啊。夏季的时候到这儿来玩耍，在这个河边玩玩水，他们在这儿还可以钓鱼啊，钓那种小的那种白条。在这一条河边呢，我们隐隐约约发现了亿万年前的一些痕迹啊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河滩的这一片石头上啊，有大大小小不一的很多的这些孔洞，看到没有？这些孔洞不规则的，像这个地方也有一片，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。这些石头上的这些孔洞啊，实际呢叫冰臼。这个冰臼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在远古时代啊，我们贵州大面积的地方呢都是被冰川覆盖，地球的不断升温呢，就导致高山的冰川融化。这个融化的冰碎加上一些流水呢，就往这些峡谷深处流。这里呢，它是地处峡谷，河水在流动，河水的上面呢，它有一个冰层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高山的这个冰川融化之后啊，它就会从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上方流过。长年累月的流呢，就让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呢会越来越薄，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一些孔洞。下方河水流动的河床和上方的这个冰层之间呢，可能有10米甚至20米的一个高度。那么高山的这些融水夹杂着冰渣冰碎呢，从这个冰层之间的一些孔洞不断的落下来呢，往下砸，就砸在这些石头上，砸出来的这些窟窿。所以说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，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叹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窟窿，它实际上是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剑阁县的剑门关，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关隘，险峻无比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也是川蜀之地的北大门。一旦这里被攻破啊，将是洞门大开，川蜀威也。
人们常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蜀道到底有多难呢？今天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关楼，上边写着“天下雄关”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哈，两边都是崖壁，然后确实是那种特别险要的那种关隘啊。一旦冲过这个关卡呢，就是一马平川呀。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呢，就是兵家必争的一个地方。大家从这个视角来看，非常的险峻，整个狭窄通道过去呢，也有1-2公里，然后它的最窄处只有50米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为巴蜀咽喉呢？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啊，左右小剑山和大剑山向两边无限延伸的这种感觉，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所以说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关，那是有道理的。要在这个地方攻下剑门关，你基本上要5倍甚至10倍于守军的兵力呢，才有可能成功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6出祁山，包括后来的姜维9伐中原呢，都是经过这里，再往陕西汉中那边走。诸葛亮北伐6出祁山，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呢，他的这个国力是比较弱的，曹魏都是北方大平原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，他们的粮食啊各方面都要比这边要强很多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古代战争还是现在呀，比拼的都是一个综合国力啊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诸葛亮跟这个川蜀的文官呢，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分歧。所以说，诸葛亮的北伐呀也不顺利，经常呢被召回四川来，那么也贻误了一些战机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刘备不伐东吴，或者庞统还在的话，他们或许能成功。因为诸葛亮的用兵呢是稳中求胜啊，而庞统呢就是剑走偏锋。那么像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就是一个例子啊，不光是诸葛亮、周瑜的功劳，庞统呢也有很大的功劳。他到曹营去自献连环计，是吧？才让曹操把这些战船呢连在一起，才有了火烧赤壁的伟大胜利。关羽失荆州后，后来张飞又被杀，所以刘备呢就一气之下特别恨孙权啊，举倾国之兵呢伐吴。但是在伐吴的途中啊，自己又小看了东吴的大都督一介书生陆逊，结果呢被陆逊在夷陵火烧连营700里，大败而归，退守白帝城。正是因为这次的失利，刘备也悔恨自己托孤白帝城，至此呢川蜀也是元气大伤啊。所以说，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强而为之了。刘备如果当初听诸葛亮的话，不伐吴，转而伐曹魏，而庞统又还在的情况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的。不过这只是如果啊，历史就是历史，已经不能改写了，只是替他们有些惋惜啊。进这个剑门关景区，如果你能背诵《蜀道难》的话，是可以免门票的。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有几个高中生，他们就是背《蜀道难》进来的，我让他们背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妹妹，你们从哪儿来呀？甘肃。来了几天了来了2天。你们是买票进来的吗？我们2个是买的票，我是背的《蜀道难》。哇，你还会背《蜀道难》？能不能给我们背一遍？可以。《蜀道难》李白：一去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三重几余伏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探白，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，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寨相勾连。上有六龙，回之高标；下有冲波，逆折之回川。黄鹤之飞，尚不得过；猿脑欲度，愁攀援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，银烟暖。门生历尽养息息，以手扶阴作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？为图谗言不可攀。但见飞鸟吼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此归，起夜月愁空山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使人听此凋朱颜。连峰去天不应是，苦松倒挂已绝壁。飞湍不流真仙辉，天涯转世万壑雷。其前也如此，继而远道之人忽为忽来哉？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左手或飞卿，
化为狼与豺，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，磨牙省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侧身希望藏资阶。现在我们经过了1-2公里的路程啊，来到了鸟道的下面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啊。今天咱们就上去挑战一下啊。到了鸟道下方呢，它是有2条鸟道，1号和2号，1号往左边走，2号往右边走。我们走的是2号鸟道。2号鸟道上去之后呢，就是一直步行出景区，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说体力不支的人呢，最好就不要来挑战。这就是蜀道，大家说难不难？哎呀，这个路几乎是90度垂直。这3个妹妹挺厉害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自己爬的时候没感觉，看着人家爬有点吓人啊。下边就是万丈深渊，下去就嗝屁了。你往前，对，啊，就这样拍一段视频就行，走吧。还要过天梯峡，下到峡谷，然后再上到山顶啊，一路真的是艰险无比，但是也是风光无限啊。那如果体力好的人呢，肯定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啊，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每当看到这样的古迹啊，我们都不得不感叹泱泱华夏5000年。每当在这个国家危难之时呢，总有人站出来保家卫国、救国救民，才使中华5000年的文明生生不息啊，从未熄灭。咱中国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点个赞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